商店莫名起火，现场惊现4名女生赤裸遗骸，残忍凶手毁尸灭迹，案件至今无法破解。我是左手响指的 Loki， 点击小铃铛订阅，以免错过每周奇案。片尾彩蛋有推理谜题，你能解答吗？答案下期公布，记得看到最后哦。让我带大家穿越到1991年故事的开始。奥斯汀是德克萨斯州中部的一个大城市，位于圣安东尼奥东北约130公里，达拉斯以南约300公里，目前人口约为100万。对于许多德克萨斯人来说，奥斯汀是一个美好而安静的地方，这里民风淳朴，没有那些大城市的暴力与犯罪。1991年12月6日晚，奥斯汀警官小约翰逊·琼斯接受了一家广播公司的纪录片采访，他已经准备好让他们看看这里是多么的安全。但一个电话打破了这个夜晚的宁静，一名居民打电话给警察，告诉他们奥斯汀西北部一条街道上发生了火灾，一家冷冻酸奶店正在燃烧。消防人员很快就到达了现场，当大家以为扑灭火焰就会安全时，店里的可怕场景震惊了所有在现场的人。4名女孩的遗骸出现了，她们遭到了枪杀，被凶手放火毁尸灭迹。留给警察的是一个混乱的现场，大火和水破坏了几乎所有的证据，奥斯汀酸奶店谋杀案就此展开。1991年12月6日，詹妮弗·哈比森在离开学校后，开车接上了妹妹萨拉和她的好朋友艾米·艾尔斯，来到了酸奶店附近的商场。放下妹妹和她的朋友后，詹妮弗就回到酸奶店，准备开始今晚漫长的打工时间。当她换好工作服，准备上班时，刚好下午7点。今天，她将和自己的好朋友伊丽莎·托马斯一起工作到打烊。8点15分到8点30分之间，一位名叫琼斯的女士路过酸奶店，顺便为她的丈夫买了一些冷冻酸奶。她后来回忆，当时看到2个10几岁的男孩坐在酸奶店附近的一个摊位上。琼斯后来形容他们那长长的蓬蓬的头发似乎是西班牙籍。他感觉到这2个年轻人给他了一种强烈的不安感，这种不安感在未来几年会成倍增长。大约9点，詹妮弗趁休息时间开车来到商场，接上莎拉和艾米一起回酸奶店。途中，他们买了一个披萨，并把它带回了酸奶店。在那里，多名目击者看到了他们。大约9点半，伊丽莎的母亲来到了酸奶店，就像其他父母一样，她在店里待了几分钟，买了一些酸奶就离开了。在她离开时，并没有发生什么异常。在9点半左右，克罗夫特和几个熟人顺路来店里买酸奶。在酸奶店里，克罗夫特注意到2对年轻夫妇以及一个年轻人。克罗夫特形容这个声音低沉、鼻子大大的年轻人看起来非常的烦躁，特别是当他与克罗夫特交谈时，这位年轻人似乎对他停在酸奶店前的车辆感到非常的不耐烦。克罗夫特声称，当他离开时，这个年轻人还在店里。在10点到11点之间，多名目击者来到酸奶店，但最终销售记录是在10点42分。一对刚看完电影的夫妇想在回家前吃点甜点。在购买酸奶时，这对夫妇看到2个男人坐在离收银台最近的桌子上，2个人都穿着厚运动衫，用帽子遮住了脸。其中一个人看起来肌肉发达，而另一个人看起来瘦瘦的。酸奶店原定于11点打烊，当这对夫妇大约10点47分离开时，其中一名员工已经开始擦拭桌子，并将椅子放在桌子上，而2名男子这时还在店里。晚上11点47分，巡逻的警察发现了酸奶店开始冒出浓烟，他立即拨打了消防电话。消防人员到达时，发现店内的灯全都关着，门外挂着结束营业的牌子。他们用撬棍打开了前门，并迅速地扑灭了火焰。当火焰开始熄灭时，有人开始指着店里的一角问道：“那是一只脚吗？”琼斯警官是第一个来到现场的警官。4具遗骸在后门附近被发现，其中3具堆叠在了一起，也就是起火点。第4具被发现在不远的地方。4具遗骸被严重烧毁，以至于无法辨认，但很明显，她们都是年轻女性。在被烧死之前，她们被迫脱掉衣服，然后被用自己的衣服捆绑和堵住嘴，之后被以处决的方式用枪击中头部。焚烧时，她们是不是还活着，目前还不得而知。受害者后来被确认为当晚在酸奶店的4个少女：詹妮弗、莎拉、伊丽莎和艾米。在犯罪现场，人们很快发现酸奶店的后门
并没有上锁，因为前门被锁上了，凶手很可能就是从后门逃跑的。后门的钥匙在店铺里边被找到了，后来证实这里发生了抢劫。经过审计，有大约540美元从酸奶店被盗，其中大部分是从收银机里被拿出来的。最后一笔交易发生在晚上10点03分，商店应该关闭的3分钟后。火灾是在厨房开始的，那里是女生遗骸被发现的地方。大火烧得非常猛烈，以至于受害者的一颗牙齿被烧掉了，一些遗骸已经开始融化在酸奶店的地板上。警方还发现巧克力糖浆和其他的酸奶成分被放置在遗骸上，可能是为了与血液混合并污染犯罪现场，但这也可能是凶手的某种病态行为。受害者被发现时都被脱光了衣服，在调查的早期，人们都不相信有人受到过侵犯，因为尸检是由当地法医进行的。当尸检得出报告时，地方检察官迅速密封这些报告，以防止公众了解具体的细节。与此同时，警方开始了解4名受害者的背景，想知道这4名受害者是不是有杀人动机，但发现这4名女生都非常的善良，她们努力工作，前途充满希望。警方找不到任何迹象表明他们与任何可疑人物有联系。那天晚上发生的一切似乎都是完全随机的。随着警方开始扩大对目击者的搜索，他们开始更多的了解那天晚上4个女生发生的事情。几天后，警方向公众公布了部分尸检结果，3具堆叠在一起的遗骸被烧得面目全非。通过牙科记录识别，他们分别是詹妮弗、莎拉和伊丽莎。最年轻的受害者艾米是被发现在离其他人不远的地方。当消防员到达现场时，他应该还活着，但因为伤势太重，在他们到达后不久就去世了。据推测，他一直试图从火焰中爬开，爬向后门。每个受害者的头部至少以处决的方式中弹1次。最年轻的受害者艾米后脑勺中弹2次，而且是被2把不同的枪击中的，这确定了至少有2名凶手。在1999年10月6日，警察逮捕了4名涉嫌谋杀的嫌疑人：斯普林斯丁、迈克尔、皮尔斯和维尔伯恩。在警察看来，这4个人很有可能是计划去抢劫酸奶店。迈克尔、斯普林斯丁和皮尔斯进入商店，而维尔伯恩在外面等着放哨。但在抢劫中出了点问题，所有的女孩都被杀害。其中2名嫌疑人迈克尔和斯普林斯丁都对这起谋杀供认不讳，承认自己杀害了2名女孩，并侵犯了其中的1位。认罪后，警察确信他们就是凶手。当局2次试图起诉维尔伯恩谋杀，因为没有证据，最终迈克尔被判处无期徒刑，斯普林斯丁被判处死刑。2008年，在辩方的敦促下，检方决定呼吁进行更先进的 DNA 测试，重新检测受害者遗骸以及他们当晚穿的衣服。因此，如果警察无法将4名嫌疑人的样本与 DNA 样本相匹配，那么陪审团会相信嫌疑人从来没有出现在犯罪现场。检察官对此进行了反驳，声称这些物品多年来一直受到调查人员和其他处理人员的污染，但法官同意了测试，因为他相信结果一定会指向嫌疑人。但令人意外的是，检测结果表明，死者艾米身上的 DNA 证据与任何嫌犯都不匹配，甚至与全国犯罪数据库中的任何人都不匹配。真正的凶手一直都在逍遥法外。曾经被定罪的凶手被释放，斯普林斯丁和迈克尔恢复了自由。这时，他们已经在监狱里10年了。地方检察官决定宣布，他将不会重审此案，直到他们发现神秘的 DNA 属于谁。然而，事实上，在当年的审讯室，嫌疑人迈克尔与侦探交谈时，侦探将枪对准了他的头，迈克尔不得已才承认了罪行。后来，这名侦探在另一起案件中用同样的方法徇私逼供而被撤职。检察官不愿宣布斯普林斯丁无罪，部分原因是他们依然觉得他是谋杀案的主要嫌疑人。但是嫌疑人的律师说，斯普林斯丁不仅是无辜的，而且谋杀案当晚甚至都不在酸奶店里。那么当年他为什么认罪呢？因为当时审讯者告诉他，有人实名举报了他，说就是他们做的。如果他们现在坦白，那在法庭上就可以让他们判很轻的罪。近年来，新的调查人员和检察团队一直在处理此案。当局开始搜索用于人口研究的公共在线 DNA 数据库，想看一看是否能找到和4名女孩身上发现的 DNA 相匹配的人。让人惊喜的是，在公共数据库里，调查人员找到了非常相似的样本。就在大家觉得可以破案时，
大家发现这个样本是由 FBI 匿名提交的。奥斯汀当局联系了 FBI， 想要了解这个样本到底属于谁。然而 FBI 拒绝了他们的要求，声称这样做会违反隐私法。于是案件渐渐成为了悬案。2022年8月3日，因为酸奶店谋杀案的影响，美国总统乔·拜登签署了凶杀受害者家庭权利法。该法律皆在使案件受害者家属有机会向联邦政府请愿，重新审理3年以上的悬案。至今，真正的凶手依然逍遥法外，而4名年轻的女生却永远地成为了每一个人心中的伤痕。接下来是谜题时间，你能解开谜题吗？在墨尔本开往堪培拉的列车上，500万元待销毁的旧纸币被抢劫一空。案发时间在凌晨2点左右，负责押运的安全员头被打破，脸被划伤。经验丰富的侦探奉命登上了列车。在案发的车厢里，除了发现2支吸了一半的香烟外，再没有其他任何可疑的迹象。侦探询问案发时的情况，安全员说：“我从登上列车就没有跨出过包厢的门。饭和水都是列车员送过来的。凌晨2点左右，忽然有2个人闯了进来，他们一高一矮，戴着面具，只露出眼睛。他们手上戴着手套，但没等我开口，那个高个子就一拳把我打倒在地，用枪抵住我。临走时又将我打晕。等我醒来时，发现钱箱不见了，我就立刻高声大喊，让列车长赶快报警。”侦探听完了之后，拿起2个烟头问道：“这是你抽的吗？”他说：“不，这不是我抽的。”他们俩进来时，每个人嘴里都叼着一支香烟。随后侦探又问道：“那么你脸上的划伤是怎么回事？”安全员回答道：“这是那个高个子强盗打我时，他手上的戒指给划破的。”侦探听完，立刻将安全员抓了起来，并说出了逮捕他的原因。安全员只得乖乖地低下头。你觉得侦探认定安全员是劫匪的依据是什么？把你的答案写在评论区，答案会在下周5评论区公布。点击小铃铛订阅，以免错过下一个奇案。我是 Loki， 我们下期再见。